这次他们没有上我们的车，更没有入住我们安排的酒店，而是……接着说呀。我在机场看到赵天成了。赵天成在法国代表团发出简短声明之后，就被赵天成给接走了。这个举动比之前芭芭拉向媒体所做的声明更危险了。他们这么快的就和蓝针接洽，这是在向媒体释放信号，是想让蓝针取代迪欧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完全陷入绝境。要布这么一个局，他也是费尽心思。你说 Manny 是被他利用，还是 Manny 想这么做？现在讨论这些有意义吗？都是我的错。楼叔，说吧。我想说，跟法国订货需要周期，我怕运转不过来，所以找了个厂子，做了一些紧俏的产品。但是我想是逼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的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还是想要利用这次的事件来诋毁许诺？我从来没有打算要陷害他。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？是赵天成，这一切都是赵天成操控的。他想出资公司。他找过你，什么时候？就在几天前。我想你不会答应，就没有告诉你。但是我在想，如果他出资到20%到30%的股份，这对公司未必是一件坏事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这么想吗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。还有吗？云半妮，你被停职了。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公司的任何决策跟你没有关系。请你离开。走啊！沈总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来是想当面告诉您，我不打算接受您的提议。不用那么着急回答我，就算是不谈生意，咱们俩可以聊聊天嘛。没这个必要。我知道您一直觊觎迪欧在欧美化妆品上面的垄断，一直想要分杯羹。在商言商，每个人都想扩大自己的企业，这也无可厚非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如果您早一点提出这个提议，我或许会考虑两家联手。但是现在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在市场上，不管是面对合作或者竞争的关系，我都希望能够光明正大。我绝对不会暗箱操作，背地里拆台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话里话外的意思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卑鄙，用阴谋的手段把你逼到谈判桌前，那你是1000个10000个不愿意喽？沈总，你觉得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很正道吗？至少我尊重我的竞争者，绝对不会阴谋算计。漂亮话谁不会说呀？真像你说的那样，许诺怎么会去你的公司呢？我提供了优渥的条件，对他而言，这是正常的职业选择。
话说的再好听，也是挖别人的墙角。当初你挖我的墙角，早就应该知道我会投桃报李。不过你跟我之间最大的区别，我比你挖得更深入，更有效果。我希望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。还有，我不希望你再去骚扰于总，他最近身体不好，在家休养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他已经被停职了，迪欧的决策他不能够再参与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入驻迪欧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我今天约你出来谈谈，只不过想给你留点面子而已。真没这个必要。我们走着瞧吧。好，拭目以待。有意思啊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你骂我吧，你怎么骂我都行。赵天成这个王八蛋，我居然被他给算计了。赵天成什么人你不知道啊？你还去招惹他？要不是你一直盯着许诺不放，怎么会被他利用？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咎由自取，是我引进了祸水。这个责任我会承担的。现在这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，你怎么承担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是一个做事情特别有分寸的女人，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，你清清楚楚的。我之前也叮嘱过你，不要去给许诺惹麻烦，你不听。你大大小小里里外外造了多少事情出来，我说过你吗？没有。我知道，我理解你，你就是感情用事，你只是想让许诺离开迪欧，离开沈志泽，你不会做出很多很过分的事情来。因为你不会伤害迪欧，更不会伤害沈志泽。这件事情一出来，我直接傻眼。你给我闯了这么大个祸出来，你现在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已经自私狭隘到家了，简直就是无药可救，走火入魔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是自私狭隘，我是走火入魔了，但是我为志泽付出了我10年的感情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许诺一直在跟我抢志泽？我不甘心。所以你要因为你的不甘心毁掉整个迪欧吗？你以为我不痛苦吗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志泽对他付出多少感情了吗？但我不愿意相信，直到我看到志泽不顾自己的生命上了雪山，我真的疯了。我告诉我自己不能再这么等下去，我必须亲手毁了许诺。好了，你也别太激动了。刚才那些话我是替沈志泽说的，接下来我要说我自己要说的。你以为这件事情你得逞了，沈志泽就是你的了吗？就算我得不到沈志泽，我也不能让许诺得到吧？我才是最爱志泽的人。你为了沈志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不知道该骂你还是该同情你。相信我，我不会毁了迪欧，我不会伤害志泽的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。